你好，这里是三军兄弟。本期视频将为你带来2022年200至1500价位段高性价比轮胎推荐，涵盖舒适型、运动型、经济耐磨型以及 SUV 轮胎推荐。我将每个价位段时间表列在视频下方，所有价格均取自某宝、某东官方电商平台，通常会比线下门店更加实惠。每款轮胎详细参数都有在视频里标出。由于工程量太大，光是整理资料就花费了2周时间，真的是很累。所以看完本期视频，如果对你产生帮助的话，请务必记得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先从绝大多数车主默认首选的静音舒适型轮胎讲起。如果你开车只是为了通勤代步，并不追求极致的速度，这类轮胎一定会让你满意。通常优秀的舒适型轮胎100公里干湿地刹车距离也能做到30至40米，安全性方面有足够保证。200至400元价位推荐朝阳轮胎 RP 和固特异 NCT5。朝阳轮胎官方主打静音和舒适，是一款成立于1958年的老国货品牌，规格尺寸涵盖从13到16英寸40余款，能够适配目前市场绝大多数小型车。这款朝阳轮胎咱不能说静音舒适做得有多好，毕竟这个价位你还有什么自行车啊？但胜在各项性能均衡，性价比极高，对称型花纹的设计也能降低轮胎滚动阻力，达到节能的效果。在媒体将其与马牌 MC5 的对比中，两款轮胎除了在干地抓地力和极限操控方面有些许差距外，其他均达到同级别水准。而固特异 NCT5 一直有着配套大师的美誉，即使是奥迪、宝马这样的一线品牌整车厂，也会将其作为出厂配套轮胎，定位是静音和耐磨。但由于胎面较硬，舒适性偏差，这条轮胎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，已经可以满足实用的需求了。售后服务、价格方面也比较到位。我们这里科普一下，很多新手小白会问我，原厂胎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？买新车是否要换掉原厂胎？其实车企选择哪款轮胎都是基于性能和价格的综合考量，中标的往往是价格实惠、品牌知名度又高的。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乘坐体验，我都会建议根据需求和预算自行购买更好的轮胎更换。400到600这个价位，这个预算你已经能买到使用体验非常不错的大厂胎了。例如部分规格的马牌 CC6 和固特异域城。首先推荐韩泰 EX 的 H308， 这款花纹是韩泰针对中国道路专门设计的一款产品，改良的胎面配方以及花纹设计带来的较低胎噪和更低的滚阻，相比同品牌的 H426 花纹，干湿地性能更佳，也更加耐磨，但是舒适性偏低。如果想要追求更好的静音舒适度，不妨看看他们的 H432 花纹。目前一条 H432 215-65R16 规格的轮胎，某东价格为369元。德国马牌，相信各位车友自然不会陌生。虽然几乎从不赞助汽车赛事，却有着和米其林同样高的知名度。CC6 是 CC5 的升级换代产品，在原有花纹的基础上加装了消音舱和变频降噪器，相比前代耐久度和舒适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，但售价却保持不变，性价比更高。CC6 和韩泰 H308 一样，同样是中国特供产品。马牌对 CC6 的调教比较极端，天赋全点静音了，即使是在比利时路也对噪音有不错的抑制效果。但在媒体实测中，干湿地表现就显得不尽人意了。某车之家100公里制动测试中，干地刹车48米，湿地刹车平均57米的成绩，实在有些惨不忍睹。在湿地过弯时，且容易出现转向不足的情况。综合而言，这是一款极度偏科的轮胎。如果你对行驶静谧性有较高的要求，倒可以纳入考虑范围。固特异则是来自美国的知名轮胎品牌，官方对域城的评价是固特异有史以来最安静舒适的轮胎，卖点是舒适、缓充电和强抓地配方，静音表现良好，湿地性能也不错，属于是稳稳妥妥、中规中矩的一款，日常用不成问题。在600元价位以下选择静音胎，我会建议各位观众不要只关注轮胎表面数据，也应该看看 NVH 主观测试的结果。相信大家都有坐过网约车，全程噪音嗡嗡作响的经历，这种声音你单去测分贝并不高，但听着别扭，让你头很晕。在选购轮胎时，也不要忘记关注车友的主观评价。到600至800价位，这个价位的轮胎通常不会有什么明显短板，并且能满足绝大多数车主的使用要求了。首先推荐普利司通的 ER33 花纹，造胎理念就是均衡无短板，这让它成为了很多中级车的配套轮胎。第二，邓禄普 V1302，该款采用改良连线，直径更粗，比一般连线有着更高的强度。V1302还有着低油耗、长里程的特点，与米其林和普利司通这种大牌相比，价格上也
更具优势。邓禄普本身也是充气轮胎的发明者，各方面表现均衡，价格来到800元以上，这个价位自然离不了米其林。可能对于看这个视频的人来说都是烫知识。今天做美食评级的米其林和卖轮胎的米其林都是同一家。在1900年，米其林为了增加其销量，开始发行名为《米其林美食指南》的小册子，推荐各种法国餐厅。因为有的餐厅距离较远，不少车主只能周末驱车前往，一来一回，轮胎的磨损就变快了。后来指南越来越受欢迎，才开始赋予星级。不得不说，在这一方面，米其林一直是营销鬼才。我们把米其林 Purmercy 4和 Purmercy 3ST 一起讲啊。很多人认为 Purmercy 4是 3ST 的亲儿子，换代产品，但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。Purmercy 在米其林的定位是主打普通家用轿车，做到舒适、安静、节能。ST 是针对中国等地区的 Severe Tread 调整版本，会更结实一些。而 Purmercy 4严格意义上并非 3ST 的真正换代产品，因为它除了继承其静音舒适的特点外，在湿地制动性上也有很大的进步。与竞品对比，湿地刹车距离缩短了3米，这点距离有时足以决定一场事故的发生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使是轮胎已经接近磨损的极限，依旧有着不错的刹车制动表现。即使是跑了几千公里后，轮胎看起来和新胎也没有太大区别。静音舒适胎选择米其林基本不会错，但唯一的缺点也就是太贵。一些观众可能认为不符合咱们视频主题性价比的理念，但 UP 认为廉价并非真正的性价比，它终究还是建立在商品性能之上的。最后再推荐一款 CSC5， 其实这款轮胎你把它归类到运动胎也没有问题，不仅足够舒适，连运动性也是极佳的。到了这个价位，价格提高，对用户的使用体验以及边际递减各方面都做到极致了。另外说句良心话，选轮胎真的没有必要光看品牌就无脑冲，很多大牌的低端胎未必比得上今天的国产中高端系列。给爱车挑选轮胎，就如咱们人买鞋，合脚最重要。推荐来到运动操纵型轮胎，通常这一类轮胎相比舒适静音性，价格会普遍更高，适合那种追求灵敏操控、寻求驾驶乐趣的车友。相比换一套高性能减震刹车，更换一副运动轮胎实在相差不少。一般运动型轮胎都是非对称花纹，速度等级普遍在270公里每小时以上，但缺点是舒适度一般，油耗也更高。600至800价位，我推荐固特异的这个 Eagle F1， 这款轮胎在运动操纵性里算性价比比较高的，在玩家群体里口碑也不错。主要针对大吨位车体、大马力设计、独特的抓地科技，不管是在直道还是弯道，都有着超强的驾驭性能。而2代则加强了舒适性体验，胎壁柔软，可以很好的吸收路面不平整给车身带来的震动。该价位段，第2款我推荐的是普利司通的博天竺系列，听名字就知道，这是一款为极速而生的轮胎，有着优异的抓地力和操纵感。自97年后，普利司通也成为过很长段时间 F1 赛事的指定赞助商，他们的尖端赛车轮的技术也是不断下用于民用车的开发。博天竺和马牌 CC6 一样，都是比较执着的型号。CC6 加点全给静音了，而博天竺则是把更多放在了运动性能上，适合手里银子不多却又追求驾驶乐趣的朋友。湿地排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，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入门运动胎，价格来到800往上。推荐米其林的劲驰系列，简单介绍一下该系列的花纹分类。劲驰 Pilot Cup 2是专注赛道的，多供超级跑车用户使用。最专业 Pilot Sport 4S 适合大部分时间在公路行驶，偶尔体验赛道激情的用户，而 Pilot Sport 4则定位入门级跑车或运动型轿车用户。虽说 PS4 也是一条性能胎，但静音效果却延续米其林的一贯风格，做到鱼和熊掌兼得了。PS3 的特点是加速稳定，抓地力强。PS3 采用的是24小时勒芒冠军橡胶配方，特别适合在城市道路行驶的轿车、跑车车型。UP 认为 PS3 和 PS4 几乎有着同级别最好的性能表现。最后，该类型推荐倍耐力的 P0， 作为倍耐力的王牌产品，不管是湿地还是干地，均能保持最快圈速以及极强抓地力。今天50%以上的超高端品牌均采用 P0 作为原配轮胎，可以说是作为高端轮胎的标杆。它已经很难找到一处缺点了。倍耐力自2011年起便开始接管 F1 轮胎的独家赞助商，这给他们的品牌输出做出巨大贡献。在 F1 中国大奖赛的时候，还推出全新色彩涂装版的 P0， 并让中国成为首批有资格预定的市场。意图很明显，和娘家在中国的小扎一样，为了做中国土豪的轮胎生意嘛。倍耐力这个品牌很有意思，它推出的年历总是会汇聚全球当下最热门的美女明星，其中不乏一线好莱坞女星，并由全球知名的摄影师拍摄，简直是把男人拿捏住了。在米其林 PS 固特异 Eagle F1 之上，还有更高级的轮胎分类，英文名叫 Track and Competition DOT， 也就是竞技型轮胎，这种就和我们普通玩家距离比较远了，家境贫寒，只能告辞。
倍耐力的 P0 系列就有一款顶尖型号，是该类别最出色的一支，名为 P0 Corsa， 其在意大利语中意为赛道。这款轮胎前轮是单导向结构花纹，后轮则是2种不同的非对称花纹，均能各自发挥最大效能。而竞技性轮胎与普通轮胎最大的不同在于材料的区别。P0 Corsa 使用的是半热熔材料，在行驶过程中温度提高，轮胎质地会变软，与地面形成半粘合的状态，抓地力得到极大的提升，温度越高性能越好。当然，这种轮胎自然也更加娇贵，官方就建议该轮胎不能在气温低于5度时使用，且不能在0度以下保存。北方的玩家自然无福享受了。P0 Corsa 由于半热熔特性，装配它的车型自然都不是等闲之辈，所以磨损往往会比普通轮胎更快。一般轮胎耐磨指数都在3到400之间，高性能轮胎的耐磨系数往往在160至300之间，而 P0 Corsa 则直接做到了60，再加上其高昂的售价，实在让人望而却步。买运动操控型轮胎往往都是比较懂行的发烧友，他们通常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所以 UP 运动胎推荐的型号并不多，讲的也比较入门，适合有入坑打算的车友。经济耐磨型轮胎，顾名思义，会比其他轮胎更加耐磨，燃油经济性也更好。有些耐磨胎寿命甚至可以达到10万公里以上。通常很多滴滴、出租车师傅会比较偏爱，但缺点是驾驶体验一般，胎噪、路噪都比较大。买这类型的轮胎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它的耐磨指数，这个在轮胎或者商品详情页都可以直接看见的。耐磨指数有3个分类，160至300为夏天标准型，160至200为夏天高性能型，300至540则为全天候标准型，数值越高越耐磨。但需注意，这种比较只存在于同品牌之间，无法完全跨品牌比较，因为购买这类轮胎的车主大多是为了省钱，所以我们的价格推荐只做到200至600区间，200至400价格段。首先推荐佳通的 GT Comfort T20系列，200多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条各方面性能比较均衡的轮胎，将就用用没什么大问题。第二，韩泰 K407，这是一款国内 OEM 市场最常见的轮胎，深受整车厂喜爱。虽然胎壁支撑力不足，玩不了什么极限操作，但换来一定的行驶舒适性，在这个价位尚有竞争力。不过 K407 的花纹是比较老的型号了，如果有打算购买的用户，不妨看看这个牌子的一些新款花纹型号。第三，锦湖 KH18，同样是来自韩国的轮胎型号，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轮胎厂之一。KH18 更偏行驶舒适性，媒体测试在80码以下，这款轮胎的胎噪控制都还不错，但当超过100码时，可能就难以让人接受了，适合经常在城市道路跑滴滴的师傅。这款轮胎有着480的耐磨指数，是很高的，但只配备了14、15、16 3种轮毂尺寸，只能适用于较低端车型上，400至600价位。首先推荐邓禄普的 SPR1 花纹，也是专门为中国消费者打造的产品，兼顾燃油经济性和舒适性。静音方面是明显高于同类竞品的，并且在50%磨耗时，主沟槽也能有很好的保留，确保湿定的稳定性。米其林任月大牌的经济胎不同于米其林其他型号，这款主打抗冲击和长里程，胎噪方面只能说在可接受范围内。根据中汽研出示的报告显示，这款轮胎在湿地刹车制动距离比同级别要短接近5米，磨损寿命里程比竞品平均长25.2%，对中国路况做出的特别设计，也可以自如应对更加多变的路况，减少轮胎的鼓包率。第二，固特异安城同样是为中国市场定制的一款产品，生产使用了常被用于制造防弹衣的杜邦凯夫拉材料，即使是在高温运转状态，仍然保持胎体有足够的强度和韧度，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延长行驶里程。最后我们再推荐不同价位段4款 SUV 轮胎，出于咱国内用户对行车驾驶的喜好， SUV 在国内销量占比逐年提高。一份报告显示，00后对 SUV 车型的偏好度已经达到了44%。SUV 通常轮毂都很大，在19寸以上，这意味着其同性能轮胎价格往往比轿车胎高上一些。部分 SUV 车主也会选择个别轿车胎，获得更好的城市驾驶体验。400至600价位，推荐优科豪马 G91， 这款胎性能稳定，质地好，有着4条宽阔的直沟槽，获得出色的排水性，高刚性的胎肩也让其更加坚固耐用。中心画纹块设计也兼具一定驾驶乐趣。600至800价位段，推荐米其林履约，这款属于典型的 HT 型 SUV 胎，不适合喜欢越野的车主，适合在城市道路场景使用，相信也是大多数车主的最佳选择。800至1000价位，推荐普利司通动力侠 HP Sport， 专为豪华 SUV 打造，是一款兼具运动和舒适的运动胎，价格来到1000以上，则可以考虑德国马牌 UC6 SUV。UC6 本身的产品理念就是尽可能的均衡。UC6 SUV 在设计时也有考虑到亚太地区消费者需求，在静音方面做特别的优化，同样也是一款很难挑选出缺点的轮胎。好了，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
非常感谢你能看到最后。好马配好鞍，更高的价格换来的是更好的综合价值体验。买台不一定要唯品牌论，而是应该从自己使用场景入手，看准需求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。这也是本视频的宗旨。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聊到你心仪的轮胎型号，请务必给我一个关注和3连，因为花了大量时间对比数据和收集反馈，做一期推荐视频真的很累。如果数据反馈好，我也会接着继续做下去。好，这里是三居兄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